美国封杀 TikTok 又有新动作。13号，美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对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会在美国遭到封杀。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回应称，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美方此举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4号，外交部和商务部例行记者会都回应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打压 TikTok 的法案。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那叫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美方应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相关方应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项法案的标题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宣称 TikTok 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要求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在6个月内剥离 TikTok。在当地时间13号的表决中，该法案在众议院以352票赞成、65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投票结束后，多名议员表示反对。All of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ed to be treated equally and need to be treated the same way. And to single out TikTok in this way, we believe is dangerous and certainly again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t's an overly broad bill that I don't think will withstand First Amendment scrutiny. It's opening Pandora's box, and I'm opposed to this.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 ，TikTok 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因为它的估值实在是太高了，介于5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之间。即使拿得出钱，也要考虑美国对科技业并购的严格审查的风险。因此，有律师建议 TikTok 采取法律行动维权。但由于诉讼的对手是拥有立法权的美国国会，因此难度很高。此外，违宪审查的周期十分漫长，企业方面申请暂缓执行的可能性仍是未知数。TikTok 发布声明表示，我们希望参议院能够考虑事实，听取选民的意见，并意识到这对于经济700万小企业和1.7亿使用我们服务的美国人的影响。14号 ，TikTok 官方账号还发布了该公司 CEO 周受资的短视频作为补充回应。This legislation, if signed into law, will lead to a ban of TikTok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e bill sponsors admit that that's their goal. This bill gives more power to a handful of other social media companies. It will also take billions of dollars out of the pockets of creators and small businesses. It will put more than 300,000 American jobs at risk, and it will take away your TikTok. 周受资说，将竭尽所能，包括行使合法权利来保护 TikTok。他还鼓励用户们继续分享自己的故事，保护你们的宪法权利，让你们的声音被听到。视频发布1小时后，在 TikTok 上评论破万，点赞超27万。很多网友鼓励周受资 ，TikTok 不要放弃。TikTok 的内容创作者们在国会山前聚集，抗议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项法案将严重破坏美国的营商环境。TikTok 禁令将对大品牌和小企业蓬勃发展的美国电子商务市场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13号发布报告，2023年 TikTok 为美国小企业主带来了147亿美元的收入，贡献了242亿美元的美国 GDP 以及22.4万个就业岗位。39%的小企业主表示 ，TikTok 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69%的人表示 ，TikTok 给公司提高了业绩。What would it mean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if TikTok were to be banned in the U.S.?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Wish it was a bad dream, but it's not. Do you think this could impact how people vote? 100%. There will be people that will not be reelected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choose to vote on this ban. 每日电讯报13号报道，作为美国盟友之一的澳大利亚可能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而封禁 TikTok。不过，当地时间3月14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没有计划禁止 TikTok。
澳大利亚将以自己的安全评估为指导。TikTok 对此表示欢迎。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做出的任何改变都将影响 TikTok 上的35万家企业和超过850万名用户。法新社称，阿尔巴尼斯政府自2022年上台后有意改善中澳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中澳关系触底反弹，从回暖快进到升温阶段，双边贸易也逐渐地趋向正常化。近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等人赴台，与蔡英文、赖清德等人会面。去年岛内2项选举前夕，葛莱仪曾经呼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那么这次葛莱仪到台湾是为何而来呢？这个代表团主要成员来自几家知名智库机构，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欧亚集团中国事务执行理事华自强、美国企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库柏，以及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任白明。葛莱仪声称，相信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能够让所谓美台关系继续坚若磐石。11号，蔡英文与美国学者代表团见面。13号，赖清德也与他们见面。赖清德声称，上任后将维持所谓台海和平现状，提升所谓印太和平稳定。事实上，在岛内选举的冲刺阶段，赖清德就曾表达过类似观点。对此，有分析指出，赖清德的这番话术只不过是借此粉饰自己的台独底色，尽可能骗取选票。其次，曾有美国智库报告将赖清德列为危险人物，他想借此消除美方的疑虑，以获得美国的支持。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葛莱仪。他曾于去年台湾地区选举前夕，与另外2名美国知名学者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期刊发表文章，施压赖清德若胜出，就应考虑冻结台独党纲，让其声称的维持现状更具分量和可信度。所谓台独党纲，是指民进党于1991年通过包含台独条款的党纲修正案。因此，在赖清德胜出后，葛莱仪此访备受外界关注。我觉得他访问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是向赖清德传递相应的信息，希望赖清德能够落实他在选前进行相应的承诺。美国也比较担心赖清德在选后进行所谓的暴走。有台媒观察指出，葛莱仪一行也是美国考察赖清德的手段。距正式接任还有2个多月，赖清德正在试图取得美国的信任，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他多次表态将延续所谓蔡英文路线，而他的行政团队也大概率留任蔡英文团队中的一些核心官员。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生对深圳卫视分析，目前拜登政府正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一定会不断释出各方面的信息，防止民进党当局的政策暴冲，尤其要防止赖清德破坏拜登竞选连任。民进党方面在与美方的沟通过程当中，他其实非常弱势，因为他们筹码是非常有限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看美方的脸色行事。香港中评社的评论指出，毫无疑问，这些年由于台独猖獗、外力介入，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台海局势动荡不安。赖清德将上台执政，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大陆经常指出，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台独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唯有台独停止挑衅，台海紧张情势才可能不再持续升高或出现任何违常情况。中评社质问：民进党当局做得到吗？我相信赖清德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他们是不敢有大的这种暴冲的一个行动。他们在两岸关系这个议题上必须要谨小慎微，否则的话，以中国大陆目前的能量、目前的准备，一定会针锋相对，让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会吃尽苦头，以后他们会被限制的越来越困难。19年前的3月14号，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打击台独有了法律利剑。近年来，台独加速勾连外部势力，值得高度警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开始常驻台湾地区金门和澎湖的2栖指挥中心。党内一些媒体还爆料称，去年12月发生在澎湖马公市的斗殴案中，3名嫌疑人高度疑似美军特种部队官兵。
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SOFRAP 近日报道称，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条款，美国军事顾问已开始常驻金门与澎湖的2栖指挥中心。他们的任务涉及与台军所谓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在这项合作中，美陆军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台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这项合作也延伸到拟定操作指南与训练手册。美国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勾勒了部署美国人员到中国台湾地区的架构，主要着重军事训练，但尚未立即有文官进驻的规划。报告显示，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人员驻扎台湾。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约有3000名台军官兵在金门驻扎，其最重型火力为每支240毫米榴弹炮。部署在澎湖的台海军部队则包括第146舰队和海锋大队第6中队。第146舰队集中了台海军现役10艘成功导弹护卫舰，重点负责台湾海峡的侦察巡逻任务。分析认为，如果美军军事顾问永久驻扎金门、澎湖2栖营，预计后续美制装备也将会陆续抵达，数量最多可达8万套以上。曾任金门县长的李柱峰表示，金门过去是战地，饱受战火摧残，如今好不容易解除战地政务，并且在常年推进两岸交流的努力下，促成金厦共同生活圈，不希望任何带有战争的因子再现于金门。李柱峰认为，金门、澎湖等离岛的地方官员、民意代表对于美军人员进驻相关消息，应该要抽丝剥茧去厘清真相。倘若台当局举措影响到地方区域的稳定性，就必须适可而止，以维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也对此表示赞同。去年底，柯文哲还到金门拉票助选。不应该有任何的对于两岸关系有任何的冲击或挑衅的行为，同时也要能够在两岸关系里面能够有沟通的能力，才能确保台湾的和平。美媒主动曝光的这一消息也牵出更多的美军已经进入台湾的消息，其中一则旧闻受到岛内舆论高度关注。据报道，去年12月25号晚上，3名美籍壮汉在台湾澎湖马公市与当地群众发生摩擦，遭到吕姓男子等3人殴打。近日，当地澎湖地方法院结案，判处吕某3人各有期徒刑6个月，以缴纳罚金刑事执行。根据台媒描述，事发当晚，这3名美国男子正前往马公市麦当劳大厦一家提供色情服务的越南店消费，在楼梯口和3名醉酒的当地男子发生碰撞，随后双方爆发冲突。据台媒称，3名当地男子先是徒手发起进攻，随后其中1人手持灭火器和木椅与3名美国男子对打，导致其中1名美国男子头部受伤。蹊跷的是，虽然3名美国人挨打且有人受伤，但他们罕见主动要求息事宁人，表示其身份敏感，不愿对伤人者提起诉讼。随后他们表示自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雇员，但台媒爆料称，这3个美国人实际身份为美军特种部队派驻当地协助台军训练的特种作战教官，且相当年轻，个个体格非常粗壮，体能也很高。岛内也有观察认为，3名美国人身份的暴露，表明美国介入台海事务越来越深，纸包不住火。美国军人在台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现在美军的实力简直让人感到怀疑为什么3个人高马大的美国这个美军打不赢喝醉酒的台湾人，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的怀疑。不过呢，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美国介入台海的事务越来越深，嘴巴说一套，暗地里呢做一套。现在连暗地都不用了直接呢就派美国的人过来训练台湾的部队。1979年，美国宣布与台湾地区断绝官方关系，并与中国大陆建交。但几十年来，岛内媒体不时曝光美军在当地的存在。早年的时候，台当局还将相关新闻压下不报道。但近年来，民进党当局选择无意间透露相关消息，以给自己壮胆。其中包括蔡英文2020年在乐山雷达站参观时，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就出现了高度疑似美军方人员。此外，2021年，一名台军士兵还在社交媒体抱怨，前来协训的美军人员获得瓶装牛奶的待遇，但台军士兵却沦为2等公民，只获配发冲泡奶粉，无意间泄露美军方人员在台军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还有岛内媒体报道称，上述人员许多都是以退役美军人员的身份赴台执行任务，但岛内也有正规的美军士兵，包括给美国在台协会办公楼站岗的美军特战人员。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2010年左右在台美军人数在10人左右，2020年增加到20人。2021年，美国大幅增加赴
驻台美军士兵人数达到32人。据报道，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他们是在对台湾的这个特种部队如何教授他们这种应该说台湾的这个军方最欠缺的所谓叫驻民地战斗。驻民地战斗的意思呢，就是它本身就是类似像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名词叫巷战部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部分对于提升台湾民众安全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旷宇认为，台湾邀请美军协训是引狼入室，美军对台湾只有利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台湾军事防卫等的控制，在关键时候让台湾充当炮灰。那么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还是要让台湾的军民去充当美国在台海、在西太平洋战略利益的这样一个炮灰。那么他打的幌子给了台湾一个诱饵，或者说这样一个旗号，是所谓的要把台军纳入到美国的这样一个防务或者说作战体系之中，成为一种所谓的联合作战。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天，它却永远不可能到来。对于美国和台湾地区军事勾连挑战中方底线、制造危机、拱火台海，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再来关注俄乌，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约1.12亿选民将从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4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就在大选前夕，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多地，双方似乎重新陷入了拉锯战。当地时间15号上午8点，俄罗斯总统选举正式投票从楚克奇自治区和勘察加边疆区开始。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此次大选的注册选民约1.12亿，共设有9.4万多个境内投票站，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95个境外投票站。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选是2020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的首次总统大选，也是俄罗斯首次战时选举。据悉，投票将于3月15号到17号进行。4名候选人包括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斯卢茨基、俄联邦共产党的哈里托诺夫和俄罗斯新人党的达万科夫。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呼吁选民积极投票。他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在很多领域都面临着复杂挑战。俄罗斯民众需要保持自信和团结，为国家的未来投票。Поэтому прошу вас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и выразить свою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ую позицию. Проголосовать за выбранного вами своего кандидата, за успешное будущее нашей любимой России. 而就在大选前夕，乌克兰方面加大对俄罗斯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该州别尔哥罗德市当天遭乌军多次袭击，市中心发生爆炸，当地一家医疗机构、多处住宅以及数十辆汽车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通报称，俄防空系统一天内击落了10几架乌军无人机，并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同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发布视频称，核电站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乌军持续炮击，一枚炮弹落在核电站储存柴油的燃料罐所在区域的附近围栏，距离燃料库最近距离仅有5米。核电站方面称，这种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克里莫夫表示，这显示出西方试图通过支持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目标，以达到干涉俄罗斯选举的目的，在选举前人为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拜登政府为美国非政府组织下达了直接任务，以降低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率。而近期曝光德军官策划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录音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大选前夕也放出特别报道短片，内容为特朗普与拜登一同观看电视，电视画面从老人及拐杖一路切到俄罗斯大选。Spending their juvenile life in rivers. It has been a race of incredible proportions. Don't miss your chance. Only today, get a 90% discount on these outstanding WalkJets 3000. My turn. And now to the latest on Russ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ll, at least turn it up then.
俄乌冲突延宕超700天，核武器的使用始终是俄乌局势中各方博弈的关键点之一。近日，普京再次表示，只有在国家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俄方才会考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回应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并且美国目前没有看到需要调整自身核态势的理由。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拜登和特朗普已经提前锁定了各自党派提名，两个人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再次对决。然而，外界普遍对这一现象并不看好。华盛顿邮报称，这将是一场历时最长、成本最高，或许是最具分裂性的总统竞选。现年81岁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77岁的特朗普则深陷多起刑事和民事诉讼。对两人即将开始的对决，美国各界忧心忡忡。《纽约时报》12号感叹，这是两位有缺陷又不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对决，将是一场痛苦、残酷和漫长的竞争。英国经济学人称，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与其说是一场人气竞赛，不如说是美国选民的一场公投。然而，不是投哪个好，而是选哪个最不坏。对于从两位老人中挑选一位成为国家的总统，美国民众也并不欢迎。据路透社和易普所日前公布的民调，70%受访者不希望拜登寻求连任，其中一半是民主党人；56%受访者不支持特朗普参选，其中包括约1/3的共和党人。From polling and just talking to voters around the country that people are really kind of weary about the notion of a Trump-Biden matchup, but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have. It's going to be all-consuming, I think,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尽管在近来的多项民调中，特朗普以微弱优势稍占上风，但他目前，美联社说，这是特朗普面临的4起刑事诉讼中首次有指控被驳回。特朗普刚刚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还没开始和拜登对决，但据熟悉内情的人士近日爆料，他已经在讨论若赢得11月大选新的内阁成员名单。据称，对冲基金巨头有着华尔街空神之称的约翰·保尔森出现在了财政部长人选中。保尔森是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的总裁，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而获利，被称为华尔街空神、对冲基金第一人。根据彭博全球亿万富豪指数，保尔森的身家目前约为44亿美元。上个月，保尔森在美国佛州棕榈滩的家中为特朗普竞选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宾客名单上的巨额捐助者承诺，每人此前确实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让保尔森加入其执政团队。John Paulson, the great John Paulson, made plenty of money in Nevada. Doesn't live there, but he makes a hell of a lot of money. He makes money everywhere he goes, actually. So money machine. Maybe we'll put you, you know what? Put him at Treasury. You want to make a little money? Let's put you.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公司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进行第3次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的无人飞行测试。发射升空约50分钟后，飞船在重返大气层后失联。虽然这次试飞没能让全球观众见证飞船的完美落水，但是它的表现好于前2次。火箭发射升空，33台发动机均正常发动。发射2分40秒后，星舰按照预定计划成功进行热分离，成果已超越第2次试飞。约11分钟后，超重助推器完成使命，星舰开始进行舱门打开。约28分钟后，星舰完成舱门开关测试。47分钟后，星舰执行2次点火演示。猛禽发动机点火成功，随后星舰重新进入大气层，在剧烈的摩擦下丢失信号，画面显示其海拔高度为65千米。SpaceX 公司稍后宣布已经失去飞船，任务提前结束。预定计划中，星舰应完整坠落在印度洋中。该公司称，飞船可能是在重返大气层或坠入大海时燃烧殆尽或分崩离析。星舰试飞期间 ，SpaceX 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星舰团队表示祝贺。星舰已成功达到环绕速度，
这是该公司太空探索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SpaceX 星舰此前已进行过2次发射试飞。2023年4月，星舰从德克萨斯州起飞，执行首次轨道级测试飞行任务，但升空后不久就遇到了问题。33台猛禽发动机中，2个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失灵。SpaceX 下达了自毁指令，随后星舰在墨西哥湾上空摧毁。2023年11月，星舰再次起飞，执行第2次轨道级测试飞行任务。1级超重助推器爆炸，2级星舰飞船抵达太空但失联。第2次试飞的星舰系统比4月首秀飞得更远，也首次在真实飞行环境中测试了热分离技术。随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证实，发射升空几分钟后，任务控制中心与星舰失去联系，被迫启动自毁系统。SpaceX 最大的客户美国宇航局对星舰寄予厚望。在阿尔特弥斯重返月球计划中，星舰承担着核心角色，帮助美国宇航员登月。马斯克表示，在搭载第一批人类之前，星舰应该执行数百次无人飞行任务，而星舰的终极目标是将人类送上火星。